吴博士，这就是你允许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吗？Brother，影片中有大量爆雷，观看时请多加注意。如果喜欢影片的内容，请按赞、订阅、分享，也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哦。大家好，我是正峰。大家好，我是小颖。今天我们要聊的电影是《侏罗纪世界重生》。这部电影主要是在描述佐拉是一名佣兵，他接受了制药公司的委托，要前往侏罗纪公园的基因实验小岛，收集陆海空3种巨大恐龙的细胞样本。他带上了自己的团队，与恐龙专家亨利、制药公司的代表马丁一起前往这座位在赤道的小岛。旅途中，他们救援了正在横渡大西洋被苍龙袭击的鲁本一家，并带着他们执行任务。在收集完苍龙的样本后，他们遭到了苍龙跟棘龙的袭击。虽然成功逃到岛上，但船只已经损毁。佐拉的团队也牺牲了2个人，并与鲁本一家分散。幸好佐拉已经提前呼叫支援，他们只需要在24小时内收集完剩下2种样本，接着抵达实验室的停机坪即可。虽然过程中又牺牲了1名队员，但总算是收集完剩下的2种样本，并抵达实验室的所在地。他们也在这里遇见了走失的鲁本一家。就在众人等待直升机救援时，实验室的发电机突然启动，被巨大声响吸引来的是基因混合的驯翼龙。为了躲避追击，众人四处逃难。鲁本一家躲进了地下水道。逃难时，船长邓肯发现直升机已经到来，他让亨利去拖延直升机，自己则去救援鲁本一家。亨利成功吸引到了直升机的注意，但直升机却被巨大的畸变暴龙给摧毁。他赶忙与邓肯、鲁本一家会合，一行人利用地下水道前往港口，想要搭船离开，并在途中与佐拉会合。就在大家一起抵达港口时，遇见了畸变暴龙。幸好畸变暴龙被单独开车的马丁吸引，众人趁他被袭击时想要放下救生艇，可吊绳却已经年久失修，而畸变暴龙也闻声而来。为了帮助众人，邓肯用信号弹引开畸变暴龙。就在大家以为他牺牲并搭着船离开时，他们看见远方邓肯发出的信号弹，并急忙回头救回邓肯，一起离开这座岛屿。侏罗纪世界第1集的女主角曾经在剧中对着出资者们说道：普通的恐龙人们已经看腻了，我们需要更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在第1集跟第2集看到了帝王暴龙跟帝王迅猛龙，而这一集的开头它也很好的概括了这部片所遭遇到的困境。人们已经不在乎恐龙了，但我们真的不在乎了吗？其实也没有。我想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人为了看恐龙而进场去观赏这部电影，但这部电影选择了用跟第1集第2集一样的方式，怕观众看腻了普通的恐龙，所以他创造了一个新的物种出来。然而这新的物种却又没有办法像帝王暴龙、帝王迅猛龙那样子吸引我们的目光。在我心里，那东西已经不能称之为恐龙了。这部分我不知道该不该称赞他很忠于设定，因为开头就讲了，他们去了这座小岛是当年侏罗纪公园的研究小岛，上面还存留着的恐龙是研发出来的残次品。光是这几句话，其实应该就可以理解说这座岛上的恐龙可能都会有一些基因缺陷，最明显的就是长得不好看这件事情。所以很明显的，后面出现的几只，特别是那个暴龙，我真的很想问吴博士，这就是你允许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吗？Brother，我觉得恐龙跟怪物之间的界限其实是很模糊的，只要踏错一个点，它就不是恐龙，它就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生物，而是变成像是异形那样子的怪兽恐怖片。然后只能说这次的畸变暴龙，它在我心中跨过了那个界限，它已经不是我想看到的东西了。另外就是侏罗纪这个系列一直以来都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生命会自己找到出路。我很不想这么说，但我觉得这一集不但很完美的打破了这句话，还打脸了第2集把恐龙放出来的那个效果。演到了这一集，我们看到所有被放出来的恐龙，要么死了，要么在等死。只有少部分有能力的恐龙可以躲到赤道附近的区域去生活。对啊，生命找到出路了，就是死在原地。而且，即便说着赤道附近现在住满了恐龙，结果主角他们去的那座岛还是侏罗纪公园实验室所在的小岛。这设定不是跟侏罗纪公园第2集失落的世界一样吗？如果这是系列的第1集，那我会说它是一部还不错的电影，值得进场一看。可是这已经是系列的第7集了。讲真的，这一集里面有什么要素是之前的电影里面没有的吗？甚至连最不重要的小孩子的这个角色都要放在里面。我真的不懂为什么一定要塞一个小孩子进来，而且为了要塞这个小孩进来，硬是创造了一个遭到传染的家庭。这件事情我们放到后面再来吐槽。结果变成是整部片给人的即视感太强了，都做到第7集了，或许是个时候该考虑一下是否要先
先暂停这个系列的开发，在想到更新的玩法之前，不要再拍出个一样的套路出来了。而且虽然说是套路啊，从这部片的第一个景开始，我感觉到这部电影就是用愚蠢推进整个故事的电影。我们从头一个一个的来细数我看到的痛苦啊。首先第一幕，实验室因为有个智障在里面吃巧克力，导致包装被吸进去通风口里面，害得全部的闸门都故障，使畸变暴龙跑出来。天才啊！编剧跟导演都没有发觉哪里怪怪的吗？如果他真的这么脆弱，那我们是不是在那个吸入口应该要放一个滤网之类的东西，又或者是严格控管每个进来的人不准带垃圾？后面当闸门已经开始故障，然后发出警告的时候，这么大的实验室，这么多的人，居然没有半个人在第一时间察觉异样，太不合理了吧？我们甚至连个拿枪的保全都没有啊！然后随着故事发展，我们的主角接到任务，要出发去收集3只恐龙的样本了。不对啊，你们已经知道我们要去一个满是恐龙的小岛了，而你们召集来的团队只有一个人拿着枪。我可以接受鲁本一家跟制药公司的代表，还有恐龙专家，他们没有拿，合理，他们非战斗人员嘛。但你们其他人也是佣兵，是不是应该都拿点武器什么来着？我们整支团队就只有一把枪，所以那个人被咬死之后就没有任何的武器了。亏你们还有脸开2倍价。然后讲到鲁本一家啊，全世界都知道赤道上面有恐龙，如果他们想要横渡大西洋，只要避开赤道，理论上是很安全的。那为什么他们会被苍龙袭击呢？一定是因为他们没有避开赤道嘛。但是鲁本他有讲过，不是第一次干这件事情，抱持着一种我应该不会被陨石砸到的想法吗？带着3个未成年人，真亏你这么嚣张啊！但话又说回来了，后面居然还以事实证明了，他们跑到小岛上面之后，运气他妈超级好，好到我觉得这趟行程结束回去美国之后，他们应该每个人都去买一张乐透，保证发家致富。讲到这个真的是让人很生气啊！鲁本一家在前往岛中央的实验室时，就只遭遇到了一次危机，就是暴龙，然而暴龙却追不上他们。我突然觉得第一集女主角穿着高跟鞋跑给暴龙追，似乎不是一件那么魔幻的事情了。起码那个暴龙还知道要追上去啊！这只暴龙不但追到人，还站在他们的正前方把船打翻，都做到这种程度了，他居然一个人都咬不到。他甚至咬不破那套救生艇，你那个牙齿塑胶做的吗？可能太久没有人帮他打磨了吧。还有鲁本一家姐姐带来的那个男朋友，我从开头他在跟他爸说，虽然这个男朋友看起来很怪，但是你没有看到我看到的那一面。我以为这会是一个伏笔，告诉我们这个男朋友其实他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特质，可以帮助大家越过这个难关。结果直到电影都演完了，我依然看不见这个男朋友到底有什么特质。有啊，他会在姐姐落海的时候跳下去救她，就这样。那一瞬间我本来以为要开始看到他散发光芒，但是后面又再也没有更多精彩的表现了。像是男朋友这样子会让观众觉得是伏笔的东西，其实这部片出现了很多次，但是每一次都没有一个收尾，看得我心很痒。比方说开头佐拉提到的他在上一个任务得到了 PTSD， 我们本来以为这会成为一个他在冒险途中的心伤，并在最后跨越这个难关让自己得到成长，结果没有。同样的还有邓肯对于小孩子莫名的关心这件事情，我们可以从他的举动跟剧情的安排上看得出来，他因为自己孩子的缘故，所以对最小的伊莎贝拉有非常多的关怀。本来以为这会是一个什么伏笔，但一样没有，就是一个设定，我们聊到了，那你只要知道他很关心小孩就好了。我真的很讨厌像这样子提了一个东西，勾起了观众的期待之后，却没有任何的后续描写。比方说佐拉的团队进到岛上后，先不说为什么他们这么勇敢，前面有一滩深不见底的沼泽，他们居然就这样子直接徒步穿越过去。在穿越沼泽的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描写有个东西插到了佐拉的脚，然后也一直带镜头让观众看到有一个细细长长的东西在沼泽里面熟来熟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他们就很顺利安然的离开了那个沼泽。因为我有什么类似大蟒蛇的东西攻击他们吗？没有，哪里没奶。所以这个描写是为了什么存在的？种种的问题加在一起，导致了这部片整个观影过程画面是很好，演员也都演得很投入，整体故事大概的剧情其实也没有真的那么差，但就是很难给我一种精彩好看的感觉。即便他在这部电影里面穿插了大量的彩蛋，不论是开头暴龙化石跟棋子的组合，又或者是后面驯翼龙在超市里面的分镜，它其实从很多小地方都不断的在提醒你，你看我们有很多侏罗纪系列的致敬哦，但你就是很难对这些东西感到开心。我觉得甚至可以说这一些致敬反而凸显了他很敷衍这件
件事情，感觉就很像是，我有做哦，你看是致敬，我做了 check。哇，你要讲到敷衍，让我想起这部片的结尾了。前面塑造了好几次的畸变暴龙，他出场时咬爆了一台直升机，让主角们逃生的希望直接毁灭于此。在那个当下，我们都以为他要开始发威了，要开始出现他帅气的一面的。但是他真的很丑先不论他丑不丑，但起码他要明确的对主角群产生威胁。但真的有吗？感受不出来呢。你看最后在逃生时被畸变暴龙追，结果邓肯拿个信号弹就成功把他引走了。这没关系，恐龙本来就是这样子的设定，系列作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但是啊，邓肯是拿着信号弹在水里面走给畸变暴龙追。你如果说他牺牲了，我会觉得正常。结果人却告诉我他活下来了啊，他是怎么活下来的？不知道。然后莫名其妙放过邓肯的畸变暴龙，也没有回头去追主角他们，他就这样子让他们 let go 了。结果变成是他既不好看，在剧情上又没有产生足够的威胁，让整个结尾收的有够敷衍。虽然很老梗，但如果你最后是让畸变暴龙在追着主角他们的时候被突然冒出来的暴龙袭击，我可能还会觉得很振奋人心。整体来讲，关于这部电影，这已经是系列的第7部，或许这个系列需要沉淀一段时间的。就像电影里面说的，人们已经看腻了普通的恐龙，导致从世界第1部后，每一集都不断的在推出新的生物吸引人。在帝王暴龙、帝王迅猛龙用掉了最有人气的2种恐龙后，编剧似乎就开始迷惘了。第3集的变种蝗虫跟这一集的畸变暴龙无法带给观众任何的刺激。上一集或许还有些许紧张刺激的动作场景，但这一集只剩下了无趣。理所当然蠢死的配角，不知道为什么咬不到人的恐龙，每一次意外，每一个牺牲都是理所当然，毫无意外。鲁本一家甚至没有存在于这部作品的理由，就只是为了要让这个旅程中可以有小孩子的角色而已。但是他们却没有在故事中发挥出任何的作用。恐龙不吸引人，剧情不吸引人，唯一吸引人的就是几位知名演员在这个没有分量的剧情中努力做出对得起自己的表演。那关于这部电影就聊到这边，如果你有任何的心得感想，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也记得订阅频道，追踪粉丝团跟 IG。那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